给我瞄准了打。这个有，脚跟。大家快看，这位选手的战术打法绝对是你见过最像坦克邱建良的。他直接一招神龙摆尾就将巴西 KO 大师直接 KO 了。也正是因为今天的这场比赛，中国拳坛彻底炸开了锅，大家都认为他或许能成为第二个坦克邱建良。简单介绍一下，这位中国小伙名叫刘贵成，来自沈阳。他在国内众多小将中出类拔萃，用实力在短时间内取得了30场比赛胜利的辉煌战绩。他在采访中还说过，最喜欢的选手就是坦克邱建良，所以他在拳法上更加专注，像邱建良一样学会了神龙摆尾。不过今天刘贵成要面对的选手大家也不陌生，他就是在国内 KO 记录中最有名气的巴西拳王维克托。他的 KO 率相当恐怖，在职业生涯中有整整90%的比赛都是以 KO 的方式结束的。那么咱们的小将刘贵成面对如此强劲的巴西老将，究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？比赛现在正式开始，不过让人没想到的是，比赛一开始小将刘贵成就主动发起了进攻，光是在气势上就一点也不输给对手。但是要知道，眼前的巴西拳王维克托可是身经百战，什么样的场面都见过，自然不会把中国小将放在眼里。对，由地主的柔道格斗的刘贵成对上的来自泰国 Tiger 俱乐部的铁头哥这个维克多很有个性的绰号。那为什么叫铁头哥呢？他除了在泰国打缠马赛之外呢，也打缅甸拳、头锤啊，跟对方拼头锤，太恐怖了。对，心理素质非常过硬，是和抗击打非常好的一名选手。对，而且他打缠马是仰赖他的拳法来 KO 对手。对，刘贵成是一名98年的新人，然后巴西的维克多是一位86年的老将，两个人差了整整一轮，12岁。对。赛前有很多拳迷认为，在两人的这场比赛中，巴西拳王肯定会在第一回合用 KO 的方式结束比赛。不过从目前的局势来看，恰恰相反，咱们的小将刘贵成适应比赛节奏非常快，并且在短时间内就摸清楚了对手的打法。而且小编赛前也介绍过，刘贵成最喜欢的选手是坦克邱建良，他在这时抓住机会，直接一招神龙摆尾打出。这一幕把维克托都看傻了，甚至都怀疑眼前的刘贵成是不是邱建良的徒弟。他即将在中国对抗赛对战手游田泰成，号称日本65公斤级最有实力的选手之一。对，然后也是经验非常丰富、成绩非常好的一名日本选手。我们也非常期待这场比赛。对，现在回到场上，转这个腿把漂亮。拳法互控互顶。虽然头部遭受到了打击，但是维克多还是毫不畏惧的和刘贵成展开了对攻。对的，因为他知道他有铁头功啊。他打那场缅甸拳啊，拿了出场费1500美金，这个钱不好赚了。最后他还拿了一个金肘奖，那肘很厉害，拿了500美金的一个奖金。从场面上来看，中国小将刘贵成看似占据了绝对上风，然而实际上刘贵成的进攻动作虽然幅度颇大，却并未给维克托造成实质性的伤害，对其影响甚微。赛场上双方你来我往，战况激烈。每当刘贵成主动进攻，维克托总能巧妙侧身避开攻势，随后立即以一记更凶猛的反击直取刘贵成要害，消解点数差距。这精彩的瞬间也让台下观众提心吊胆。维克托身经百战，在刘贵成面前绝对是个难缠的对手。若是换做普通选手，恐怕在维克托的猛攻下早就被 KO 倒地了。贵成换拳。这个蓝方的教练员口令非常清楚，要求蓝方选手去踢红方选手的膝盖。对，因为我们的刘贵成的拳其实比较好。刘贵成上场比赛对上亚历克斯，很可惜，3回合先为点数嘛，28-29输了一个比赛。他的一个转身后旋踢啊，就踢得非常漂亮。现在我们进入第二回合，从首回合两人的表现来看，可以证明这两位选手都是敢打敢拼的类型。今天这场比赛很可能会以激烈对抗的方式结束。在第二回合一开始，两人没有丝毫试探，直接冲进对方内围，仿佛他们之间有着一种神奇的默契，都抱着生死看淡不服就干的心态，谁也不想拖延时间，只想在正面交锋中一决高下。不过刘贵成应该是发现了维克托的破绽，得知对手比较依赖腿法后，便想抓住这一点来取得优势。刘贵成拳法晋升之后补上一个膝撞，双方都会依据第一局的一些优缺点来进行战术上的一个调整。对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维克托已经加强了自己腿法的进攻，针对刘贵成前腿膝关节的内侧和外侧，展开了进攻。又是一个膝关节内侧的进攻。但是维克多的膝关节的进攻对上
跟之前的荷兰选手来比较的话，那功力稍微差了一点。对，不管是从这个力度还是准确度，都欠点火候。场上的战况异常激烈，仔细观察可以发现，维克托作为一名老将，虽然具备较强的抗击打能力，但在年龄上并不占优势。他的鼻梁骨已经被刘贵成的重拳打歪，时不时还有鼻血流出。然而，面对这样的情况，他也只能咬牙硬撑，与刘贵成正面硬刚。因为他知道，如果这时候表现出害怕，那么在气势上就会输掉，比赛获胜的希望也将变得渺茫。动作。然后目前我们刘贵成的重拳对于维克多已经造成了一些损害了，已经产生效果了。对，维克多的鼻子被打出血了，比赛进入了医疗时间。这时候其实维克多呼吸是会有点困难的。而且有时候就是除了鼻孔就是塞住之外，有时候这个血会倒流到咽喉，连嘴巴都很难呼吸。对，这会给比赛造成大的困扰。对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医疗监督首先处理了。好在经过现场医生的检查，维克托并无大碍，比赛才得以继续进行。不过可以想象，维克托肯定不希望有这个暂停，因为经过这次暂停，刘贵成的胜算更大。他已经知道了老将维克托的弱点所在，想趁此机会一鼓作气将其击败。所以说，虽然维克托的鼻血已经止住，但他的心态受到了影响，状态也有所下滑。一旦出现这种情况，这场比赛基本上就可以提前宣告失败了。有人喜欢打下巴，有人喜欢打鼻子，其实我是比较喜欢打鼻子的。对，就像蔡老师说的一样，目前这个鼻子出血已经给维克多带来了很大的困扰，对，他一直在张着嘴呼吸。是，双方选手浴血奋战呢。刘贵成冲近距离的勾摆打得很漂亮。好，整个过程应该有效果。这是他教练 AD。我们可以看到蓝方选手维克多的教练急得一头都是汗的。是，可是没办法，这个维克多不是他一手带出来的。好，看起来蓝方选手在第3回合还是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来对付刘贵成。哇，很漂亮的拳法组合。对，行进间的连拳太漂亮了。哇，这个蓝方维克托可能要多看一下，像刚刚的这个俄国的亚历山大的他的一个闪躲的方式。比赛节奏越来越快，我们能感觉到这场比赛已临近尾声。刘贵成趁势上抓住维克托的漏洞后，连续发动猛攻，这让老将难以招架。就在老将试图调整状态时，刘贵成使出一记神龙摆尾，再次命中，直接将维克托踹倒在地。老将也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已无法支撑他继续比赛，裁判随即叫停比赛。最终，刘贵成用邱建良同款招式神龙摆尾打出了奇效，成功赢得这场比赛。铁楼攻了，拳法压制了两局多，然后靠一个惊艳的转身后蹬终结了比赛。来自沈阳柔道格斗的刘贵成，在他们家乡的父老人面前，用太漂亮的对头部的上端的转身后蹬，破解了我们维克托的铁头功。恭喜刘贵成，也感谢维克托为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一场比赛。最终裁判也是宣布比赛结果，刘贵成成功获胜，拿下了今天的比赛胜利。小编也相信，刘贵成日后多加训练，也一定能够成为日后的新一届搏击王者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